地球上有一个岛，你过去就会死，不是那里不适合人类生存，而是因为那里生活着6万年前的人。这座岛叫北森蒂纳尔岛，它藏在孟加拉湾深处，面积约60平方公里。岛上没有机场，没有码头，没有信号，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雨林和一群来自6万年前的人，不是比喻，是真的6万年。科学家推测，北森蒂纳尔人的祖先在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之前就定居在这里了。那时候人类还不会写字，不会炼铁，不知道什么是国家，什么是宗教，而别人都在进化，都在折腾，他们就守着这块60平方公里的土地，纹丝不动地活到了今天。但你别以为6万年没进步就等于他们好欺负，恰恰相反，这座岛是被联合国和印度政府共同盖章认证的，全球唯一一个你踏上去就犯法的岛，只要你敢靠近就是罪犯，就算岛上的人杀了你，也不用负任何责任。这个规矩听起来荒唐，可它背后藏着一段人类文明最黑暗也最耐人寻味的往事。时间倒回1867年，一艘印度商船在岛礁附近搁浅了，100多名船员爬上沙滩，就在大家都庆幸自己捡了条命时，突然箭从丛林里像雨一样射了出来。但让所有人头皮发麻的是船长在报告里写下的一句话：他们的箭头好像是铁做的。一个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哪来的铁？这个诡异的问题整整困扰了世界100多年，直到1981年答案才浮出水面。那年，一艘3万吨的香港货轮在风暴里撞上了岛边的礁石，船员被死死卡住，动弹不得，而岸上人影开始一个一个聚集。他们抄起弓箭，当场砍树，造独木舟。船员发出的求救电报原文是这么写的：野人超过50人，持自制武器，正在建造木船。我们担心日落之后他们会登船。你想想，50个石器时代的猎人准备强攻一艘3万吨的现代巨轮，这大概是那个船员这辈子做过最荒诞的一场噩梦。幸好一场暴风雨救了他们，直升机赶到，把人全撤走了，但货轮留下了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才是真正的重头戏。那艘搁浅的货轮成了岛民眼里的宝藏。他们一次次潜进冰冷的海水，一块一块地把船上的铁板和螺丝敲下来，再用最原始的石头一点点打磨成锋利的箭头和长矛。你敢信这一群活在6万年前的人，硬是靠着一双手把现代工业的钢铁嫁接进了他们冷兵器的世界？那船上幸存的人去哪了？没有人知道，这也成了一个永远无解的谜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他们为什么恨外面的人，见一个杀一个？这颗仇恨的种子是被谁亲手埋下的？答案是所谓的文明人自己。1880年，英国海军军官波特曼带兵强行登岛，像抓野生动物一样绑走了一对老夫妻和4个孩子。但这些人根本没有现代人的免疫力，刚下船没几天，那对老夫妻就因为感染了普通的疾病死了。英国人这下慌了，赶紧把剩下4个孩子像扔垃圾一样丢回沙滩。这4个孩子回到组里，详细地描述外面的世界。那些穿着怪衣服的白皮怪物带走了我们的爸妈，再把他们变成了冰冷的尸体。这颗仇恨的种子在封闭的孤岛上整整发酵了100多年。所以他们的箭对准的从来不是无辜的探险者，而是一段他们永远不肯原谅的历史。但他们并不是真的铁石心肠，一辈子拒绝所有善意。1991年，奇迹真的发生过一次。印度人类学家潘迪特博士带着船靠近孤岛，像往常一样把椰子扔进海里。可这一次，岛民竟然主动涉水，走到船边，从船员手里亲手接过了椰子。那一刻，有人对着镜头静静站着，没有拉弓，没有呐喊。这是人类历史上和北森蒂纳尔人最近的一次和平接触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几年后，印度政府突然叫停了一切接触，潘迪特被强制退休。原因是科学家做了一次推演，结果是这个族群封闭了6万年，基因单一到了极点。你的一个喷嚏，一次普通的感冒，甚至只是你衣服上沾的一点点细菌，对他们来说都可能是灭族的瘟疫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就在旁边的安达曼群岛，有个叫博族的部落，自从和外界接触后开始生病，开始死亡。他们的最后一个人在2010年孤独的离世。一种流传了几万年的语言，一整个民族的记忆，就这样从地球上被永远抹掉了。你再回头看北森蒂纳尔人的敌意，不是野蛮，是一种残酷却又无比清醒的自保本能。这座岛就这样淡出了所有人的视线，直到2004年，那场印度洋大海啸席卷了整个地区。
全世界都以为这个地势低洼的小岛连人带岛早就被巨浪抹平了。可当印度派直升机飞过去查看时，机上的人当场倒吸一口凉气，岛上的人一个都没少。他们在海啸来临之前就已经全部撤到了高地，没有卫星，没有预警，他们仅仅凭着对大地和海水最原始的感知，就躲过了这场灭顶之灾。直升机还没来得及庆幸，一个男人从树丛里冲出来，拉满弓，对着天空射出一箭。那支箭的意思很简单，我们好得很，你们走吧。而最著名的一次闯入发生在2018年11月，27岁的美国传教士约翰·艾伦州，他花钱买通当地渔民，偷偷靠近这座岛。他坚信自己肩负着神的使命，要把信仰带给这个从未听过福音的族群。他带着礼物，带着圣经，喊着耶稣爱你，划着皮划艇冲上了沙滩。第一天，一支箭飞过来，直接射穿了他手里的圣经，他退了回去。可第二天他又去了。到了第三天，远处的渔民用望远镜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：几个岛民用一根绳子套住一个男人的脖子，把尸体一点点拖进了丛林。直到今天，他的遗体还留在那座岛上。印度拒绝派人进去，因为进去的人可能也回不来。他在日记里其实早就写过一句话：如果我死了，请不要怪罪这里的人。这就是北森蒂纳尔岛的故事，地球上最后一道人类文明无法跨越的边界。它不在百慕大，不在马里亚纳海沟，就在这片小小的沙滩上。它像一面冷酷的镜子，照出了我们80亿现代人内心深处的傲慢。